在交替，每天是崭新的自己。风雨的洗礼，我微笑着继续前进。一张开双臂，就能拥抱天地。就算铜墙铁壁，也抵挡不住前行。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，梦想绝不放弃。不相信命运，相信快乐，想被自己决定。跟着我一起，时时刻刻都冒出了全力。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。跟着我一起，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。漫长的黑夜是为原谅更绚烂的黎明。跟着我一起，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。有天回头看，都是温暖的回忆。陈毅，冲马坡！喂，小心！你干什么？你嫌命太长啊！如果不是你，我早追到陈毅了。要不是我，你追上可不是陈毅，而是阎罗王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会差点出车祸了。你有的来就来啊！不是吗？如果不是你，陈毅就不会知道他拍照的钱是我给的，他就会生我的气。干嘛要给陈毅钱？他不是做义工的吗？怪，总之都怪你。哇，你是玻璃做的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不管，我的医药费要你赔，还有我的三文治，就随便收你100块。你疯了！100块，你慢慢等。哎，我可是为你受伤了，你应该负责吧？你要我负责任可以，等你看了医生拿了单据，我就按照你看医生的那个数目还你钱。要是我看你医生不还给我钱，那我不是亏大半？我上去了。哎呦，臭八婆！喂，是我，美芬，怎么了？我现在要带小杰回马来西亚娘家，Ben 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Ben 就拜托你了。 ？Hello， 美芬 ，Hello， Ben，你醒醒啊！美芬，小杰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美芬，小杰，不用走了，我把他们赶走。美芬真的带小杰回马来西亚，走了更好，每天就不会有人在我旁边哭哭啼啼，烦都烦死我了。他们走了，那谁照顾你啊？我不要人家来照顾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们本来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现在只是个不能走、不能工作的废人，你们要管我干什么？全部都走好了。我帮你找他们回来。不用了，让他们去。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同情我，包括你，包括我家人。你老婆和儿子不是同情你啊，他们是真的关心你。我知道他们关心我，但是你看看我，我现在是个一无是处的废人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阿芬有人当你头家，而我整天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从房间摇到客厅，从客厅摇到房间，我还能给他什么？我还能给他什么？你说啊？我也不想他们走，我也舍不得他们。我不要他们陪我一起受苦，
我不要他们和我一样让人看不起啊！打电话不接，send email 也不回，他在生气啊？谁在生气啊？啊，没有。啊，这份计划书急着要的，都急啊？明天下午1点。哦，那还好。哎，这个不是毕加丘负责的吗？没办法，他请半天假，赶不回来，所以。所以我要接手他工作。对啊，这里除了我跟皮卡丘之外，只有你胜任这份工作，而我又是老板，所以。所以我没得选择。明天1点之前，我会把计划书放在你桌上了。我都说过了，你是个深明大义、善解人意的好员工。哎，对了，皮卡丘说他的资料放在桌子上，你参考一下。啊，今晚要加班啊！死毕加丘！啊，死了！出的东西。哎呀，喂啊，再找这个吧。谢谢你。请问保本举先生在吗？请先收。好，我来好了。爸，是给你的。给我的。啊，没什么，出来看看啊。Uncle，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小小心意，Amy。哇，上次送茶叶，现在又送茶壶，老爸，你沾了二哥的光耶！这是上好的紫砂壶，这么名贵，我不能收啊。哎，你不要就给我拿上网去拍卖，最多赚了钱就跟你对分喽。拍你的头啊！无功不受禄。你呀，把这东西呢还给 Amy， 还有告诉她，以后别再破费买什么礼物给我了。知道了。来吃饭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约朋友出去喽。几点呐？不准你去。老爸，我多1个星期就失去自由，你让我多玩几天可以吗？不是我不要给你去呀，都已经10点了，你出去干什么？看半夜场当然是这个时候啦。老爸，你善解人意，应该了解我的心情吧？你少来，你要出去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看完戏之后就马上给我回来。我不希望你在入伍之前呐，在外面闯祸。谢了。哎，你拿这些衣服出去干什么？拿去丢喽。衣服好好的，为什么拿去丢啊？哎，你看，纽扣掉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掉了一粒纽扣就要把衣服丢了？我又不会补。想当年呐，我当兵的时候啊，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搞定的。别说衣服掉了一粒纽扣啊，即使是破了一个洞啊，也是我自己补的。切，衣服破了洞，丢喽，还补什么？而且啊，这些事通常是阿姨做的。问题是，她很久没来。阿姨呀，你们1个2个啊，只会依赖阿姨呀。反正了，我来帮你补。老爸，你的老花眼还行吗？你再说。哎，你慢慢补，我得走了，拜拜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掉了一粒纽扣就要丢掉。说的也是，很久没有雅妹的消息了。不是早上忘了送给你，我觉得晚上会看见你。哎，大哥，喂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拜拜。忘恩负义？我什么时候忘恩负义了？大嫂，给我。大嫂，他挂了。他打来的。是啊，怎么心疼啊？谁说我心疼啊？我是想心火骂他而已嘛。是就好，像这种没有良心的男人啊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其实我跟他真的没什么的，就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才劝你忘了他。天底下不是只有他一个臭男人呢。哎，好了，大嫂，你不要再提那猪肉强了。哎，既然你还记得他，那就证明猪肉强真的是不错的。猪肉强，人又老实又强壮，人不错的。我又不是要找保镖，要这样强壮来干嘛？要是有了猪肉强，以后我们就有猪肉吃了。我才懒得理你们呢。听电话，
一定又是那个老兵打来的，别管他。喂，喂，雅妹啊，是老爸。喂，你不是出去了吗？我忘了钱都花光了，所以回来找提款机。你想都不用想，没有。老爸，难道你忍心让你儿子3更半夜一个人走回家？是你自己也要出去的，要挽回你就自己想办法。那好咯，今晚我不回来睡，看有哪个女孩子肯收留我。站着。Yes。那这里20块，哎，不过你要答应我啊，看完戏之后呢，给我做德式回来。Yes, indeed。哦，还有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打电话给阿姨哦。不是说1个星期后就可以拿到的吗？对不起，包先生，按照原本的计划应该是可以的，可是因为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要延迟交货的时间。那几时可以拿货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应该1个星期后。好吧，我1个星期后再来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文晶，这么巧啊？是啊。来买东西啊？你呢？我来买 Enemy 线上游戏最新版。啊？你也玩这个啊？不行吗？就因为我是女生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没有听你说过。很巧的，我也玩这个游戏啊。真的啊？是啊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最新的版本跟以前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？是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如我们去喝咖啡，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啊。好啊，谢谢。很少有女生喜欢线上游戏的，而且是这种战争系列，你怎么会？为什么你们男人总是觉得女孩子不喜欢玩战争系列的线上游戏？是不是觉得女孩子比较笨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你不要那么紧张。其实我会玩这种游戏是为了训练我的危机处理能力。后来发现，这个游戏还可以加强我的分析力，还有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冷静，不能冲动。更重要的是，跟搭档的默契还有团队精神在里面呢，绝对不可以有英雄主义的。一旦只注重个人荣誉，往往会输得更惨哦。哎，对了，你最常去哪个server？台湾的啊，时间方面比较容易配合。我也常去，怎么没有碰见过你啊？可能我们碰过，只是我不知道。那你是？你不要问我网上的名字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，这样才比较好玩呢。对了，这个新版本的 Enemy 和之前的有什么不同？可以解释给我听吗？没问题。那新的 Enemy 呢？嗨，文忠叔叔。嗨，来啦，坐啊。你再知道能够见到你，就一直催着我出门。真的？那在今天要吃什么？我要吃薯条。薯条啊？不行，你的咳嗽刚刚好，不应该吃油炸的东西。那等在康复了之后呢，我带你去吃炸鸡，好不好？耶！在，你出去玩吧，妈咪有些话要跟文忠叔叔谈。哦。谈什么呢？等一下才叫吧。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？这
不是我送给安可的吗？是啊，我爸觉得太贵重了，叫我还给你。其实一点都不贵重，是我朋友送给我，我只是计划献佛送给。算了吧，放弃吧。你在说什么？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嘛，不管你做什么呢，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？妈咪，我要喝水。文忠叔叔，你下个星期会不会来参加我的生日会？你的生日不是过了吗？谁说的？我的生日是下个星期五。下个星期五。叔叔不知道到时有没有空，我再跟你说好吗？去玩吧。哦。其实上一次是Zack的农历生日。我看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再说下去，只是越描越黑。我不是要欺骗你的，我是想见你。我看我们暂时呢，最好还是不要见面。你公司的事呢，我找同事去办，你放心。我在乎的不是公事，我在乎的是你。你不要避开我好吗？你不要这样子可以吗？你不要把事情搞那么僵嘛，至少留个台阶给自己下嘛，是不是？借口，这全都是借口。为什么你们男人这么多借口的 ？Amy， 冷静一下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说回家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我自己跌倒弄伤的。你又发什么神经了？告诉爹地，是不是妈咪弄伤的？妈咪不是故意的。你自己发神经就好，为什么拿儿子来出气？说啊！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！你还抵赖？难道是儿子自己弄伤自己的吗 ？Zack， 我们走。不行，你不能带走 Zack， 你干嘛？跟你这个疯婆在一起，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放手啊！走。你回来，你不要带走 Zack 啊 ！Zack。干嘛不约女孩子出去陪我这个老女人逛街？我跟你讲个秘密啊，最近我发觉哦，这个成熟的女人哦，比较有这个味道。你呀，这句话说给我听就好啊，别让那些喜欢你的女孩子听到，人家还以为你恋母狂啊，把人家吓跑。哎呀，人家怎么想就给她去想了。
更何况现在我是跟我最喜欢的阿姨一起逛街，有罪吗？你少来了，嘴巴这么甜。我觉得很奇怪嘞，最近哦很少看到你在我们家里出现嘞，什么事啊？我很忙啊。忙啊？一点都不会想我们的。想啊，为什么不想？家里的人怎么样？还不是老样子了。那你看啊，大哥整天呢就是忙这个兵营的事情，小妹呢整天就工作，然后小弟就每次说呢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服兵役嘛，他认为服兵役后就是要下地狱。拜托啦，我在兵营当区干当了这么多年，还不了解当兵怎么回事吗？现在服兵役也比以前好多了。我先去问你老爸，他最清楚的。你老爸怎么样了 ？OK 了。有没有常常出去啊？有还是没有？你想知道？上了我们家了。算了，当我没问过。反正我只是你们家的佣人，用完就丢的人。你怎么这么说嘛？这些年来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们的家都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可惜你老爸不这么想。其实我认为啊，老爸还是需要你。真的？他真的这么说？不是每样东西哦都要说出来的嘛，有时候凭他感觉那种 feel。算了，你不用安慰我了。如果他在乎我的话，就不约别的女人了。老爸约别的女人，有没有搞错？是啊，我那天亲眼看到有个女人上了他的车。只是上了他的车而已嘛，并不代表约会嘛。很多女人上我的车，并不代表我约他们嘛，对不对？我想啊，应该是搭顺风车罢了吧。你几岁，他几岁，都这么老了，这就叫做临老入花丛。这也难怪了，我人老珠黄，哪比得上人家年轻貌美？他是看不上我的啦。那阿姨，放心，你现在呢还是依然娇艳，在我们心里呢你是最棒的。算了，你老爸不会这么想的。不要一直看着地板啊，看上来。也不要一直望着我啊，看那边。好一点吗？头好晕啊！你不要绷得那么紧，放轻松一点。你进步得很快。是吗？是你教导有方。很快啊，你就可以把舞步交给你太太，两个人一起下舞池跳舞，多浪漫啊！我太太去世很多年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谢谢你。你不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吧？不会啊，你问吧。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伴呢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哪里会有人要？怎么会呢？我看你啊，才40多岁而已。我已经52了。你不说我还看不出来哎。再过3年了，我就要退休了。那到时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还没有真正去想这个问题，可能拿了退休金之后，好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吧。孩子会陪你去吗？他们都大了，最小的那个也要当兵了，才懒得理我这个老头子。真羡慕你，可以一个人拿着一大笔钱，开开心心的享受人生。也不是很多，钱只要够用就好了。做人啊，最重要就是开心。像你这样教跳舞也很开心啊。如果每个学生像你这么认真学习啊，我就更开心了。Morning, morning, morning. Morning. 要喝吗？啊，不要不要，谢谢。吃饱了。哦。谁弄坏我的模型？啊？是
是你？是不是你？还是你？啊？是不是你？我知道，一定是你。是我，不过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这个模型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知道，最多我买一只赔给你。买？你以为有钱什么都买得到吗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现在是你弄坏我的模型，你还这么大声？谁规定弄坏人家的东西不能大声的？哎，你们又吵架了？我懒得跟他吵。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皮教授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呢？我正想问你，可是我还没开口，我手就差点给你扭断了。真抱歉，自然反应。有诚意道歉的话，就请我喝杯咖啡吧。好。我是听说这里附近有一个印度庙，它的设计很别致，所以就来拍照了。是吧？刚才我看你把相机对着 CMPB。CMPB 就是 Central Manpower Base， 也就是我们军部的中央人力局啊。你不说我还不知道。是的，原本我是要拍印度庙，不过我刚才一转身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很摩登的建筑，所以我灵感一到，我想捕捉一个照片，带着现代对传统。你说这个题材不错吧？艺术家看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。不敢当，只要不要像一般的艺术家饿死在街头，已经算很好了。那你呢？怎么会在这？哦，我们的客户和电台合办了一个宣传活动，我是来确定最后的细节的。这里附近有电台吗？是啊 ，CMPB 里面有一个金融电台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哇，怎么会搞成这样的？还不是那个死八婆。你讲的是文蔚啊？不是他还有谁？看。The Panther， 在1943到1945年在欧洲战争使用，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德国制造最出色的重型坦克。原来你也是行家哦，不是，我以前当摄影记者的时候看过他的资料，哇，做得很精致，一定放了很多心思吧。这是我的好朋友，花了几天几夜弄出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我认识他10几年了，我们一起受训，一起读书，可以算是共患难的好兄弟。我可以明白，可以碰到一个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这是人生难得的缘分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有没有跟那个18？我是说最近有没有跟文蔚来往啊？其实这个文蔚只是一心想帮助他自己喜欢的人，要不然他没必要自己出钱来请你拍照啊。这个女人真的做事没有经过头脑，她有没有想过，她这样对你会不会伤害你的自尊？可以的话就原谅她吧，要不然她一不开心的话，我以后日子很难过。哇，都几岁的人还玩玩具？你懂什么？这些模型的精细度和真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就像这架炮型坦克，它是2战中最重要的重型坦克之一。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懂吧？我想买很久了。
哎呀，有钱不如省起来泡妹妹，走吧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我早应该想到是你，只有你有我的locker号码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感动啊？我可是弄得3天3夜的哦。你不是说这种东西很优质的吗？没办法啦，谁叫你是我的 brother？ 哎呦，痛！谢了。都道歉这么多次，为什么没有回应？他怎么会这么小气？喂，我是陈毅。陈毅，什么事啊？我想约你吃饭。OK。那好，那我现在过来接你好吗？现在啊？好啊。就这样说定了，拜拜。拜。你真的不怪我？放心吧，真的不怪你了。只是上次我打电话去你家没人接，我send email你也没回应。对不起，最近比较忙，而且我每天都上网的习惯。上次的事情真的不好意思。你有说几遍你才明白？我真的没有怪你，而且我知道你是出自一番好意。牛扒，给我一份猪扒，谢谢你。其实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。我发觉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很难相信别人。为什么？我出事的地方内乱连连。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父母亲已经被乱枪打死了。后来，我的哥哥跟我就被人送到了孤儿院。在孤儿院里，我跟我哥哥长得比别人瘦小，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，连抢食物都抢输给人家，一天饿上1、2餐，算是蛮普遍的。那些小孩子怎么会这么残忍？他们不是残忍，他们是为了生存。从中我们也学到，不管做任何事，都不可以靠别人，一定要靠自己。那之后呢？之后，我跟我哥哥就被我们的养父领养，那我们生活就有点改善。你的生活太戏剧化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。我知道，因为我的出生背景跟平常人不一样，所以不知道如何去跟人家打交道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相处。不会啊，你刚不是说了很多话吗？跟一些人比起来，还算叽喳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己跟你说出这么多事。也许对着你，我感觉不需要隐藏任何事。先生，你的牛排好了。怎么，你也喜欢看模型？不是啦，是我弄坏一个人的模型坦克，所以要赔给他一只了。Picasso 的是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这你别管。不过我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件模型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跟我来吧。哇，没想到做一个模型需要这么多用具。需要我帮你吗？不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是我弄坏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来。那是应该的。哎，可是千万不要跟那个比高叔讲啊。放心，会的。谢谢你啊。哎。你你先说吧。好我是想问你，你打算怎么回家？后面有巴士搭。哦，那好啊，很方便。拜拜。人呢？
错。是啊，你不是去搭巴士了吗？哦，最近我家附近发生过劫案，治安不是那么好。那不如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，那是最安全的。拜呢。王卫，大哥，怎么这么晚了？哎，你们认识的？我们见过2次面，但是没有正式被介绍过。哦，那我介绍吧，这是陈毅，这是我大哥宝文金。哎，宝文金，文金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念过新传小学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曾经是同学。你跟我大哥是同学？是啊，还记不记得你在小5那年来了一个插班生？你是小黑猴啊？哦，世界真小。他怎么会叫你小黑猴啊？那个时候我长得瘦瘦黑黑的，全班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啊。你现在根本是判若两人，怪不得我认不出你啊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你也是长得不一样。他以前是个圆嘟嘟的小胖子。哎，对啊，我还记得那时候他的头发还很长的。哎，我们大概10多年没有见面了吧？那你还有跟徐老师联络吗？你们是不是打算一直站在这里继续你们的同学聚会？哎，上来坐一坐吧。不了，既然你大哥在，我不用陪你了。哦，好来，拜。没事吧？啊，刺到手。怎么做起模型来了？不要提了。做给谁了？总之不是你想的那个人。你又知道我想的是谁？要问就问吧。程毅是不是你男朋友？不是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真的就是普通朋友？我骗你有钱拿。哎。这个陈毅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你对普通朋友好像很关心啊。不说就算了。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刻，我只记得小时候他很安静，不喜欢跟人家玩，给人的感觉很孤僻。那不是跟他现在的性格差不多？之前我跟他见过2次面，他2次给我的印象都为人深沉，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他的性格跟他的背景有关的。你对这个普通朋友好像很了解。哎，说真的，你找到男朋友，大哥为你高兴，可是不要太快投入，不要像上次一样。好了，别再说我了。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项链送出去了没有？如果你是8字都还没一撇，我是8字都还没开始写。在战场上你英勇无比，怎么到了情场你就不堪一击？我也没有办法，他根本不喜欢我。他有没有跟你讲他已经有男朋友了？没有啊。那你还有机会啊！他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开始怀疑你对佩佩的感情不够深。怎么说？这点根本不像你啊，只不过遇上一次挫折你就放弃了。那个平时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会勇往直前的宝文金去哪里？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佩佩值得你喜欢，你一定要坚持到底。还给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在这里附近开会，我来问你要不要一起吃饭。我现在要去总部开会。哦，没关系，拜拜。干嘛撒谎？你等一下哪有去总部？我不想让他以为他还有机会。
前几天你不是说碰到 Captain Paul， 和他还谈得蛮愉快的吗？那是因为我们玩同样的线上游戏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没什么共同话题。也许你应该花多一点时间去了解他，或者能发掘到你们两个的共同点，到时再决定给不给他机会，也不迟啊。没感觉就是没感觉，就算我给他1000次机会也没有用，就像水和油一样是不能混在一起的。不过我看 Captain Paul 好像并不是这样认为啊。我以为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他应该明白。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采用痴情政策。你直接跟他讲有男朋友就好了，不然啊，他到死都不会放弃的。大哥，那么早？今天早放工，所以就早回来了。爸他们呢？都出去了。要不要咖啡啊？我现在的心情比较适合喝酒。你在烦什么？佩佩的事。我今天下午到他病营附近去开会，我想请他吃顿饭。他说他没有空，得到总部去开会。我觉得他是有意避开我的。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？我也希望如此。大哥，你有没有想过放弃？有些事情，就算要放弃，也得先放得下。喂，佩佩啊，你好，我是文宗。不知道你明天有空吗？我们见个面。你们要乖乖的吃药啊！医生说，吃了药，什么病都会好的。吃药啊！为什么不吃药？不吃药，那就喝药水吧。来，喝啊！嗨，想喝点什么？随便啊，可以到里面谈吗？可以啊。爸，一杯咖啡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吧？是你大哥叫你来的啊？绝对不是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我对他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不过感觉这种东西是可以培养的嘛，不是吗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谢谢阿斌。连你也不相信，那何必还来当说客呢？我只是想问清楚啊。现在清楚了，那就麻烦你反过来当我的说客，告诉你大哥，我们并不适合，当朋友还可以。可是，艾米，原来你不能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你说什么东西啊，艾米？你冷静好不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抢走我文忠？你说，别乱说话了啊！发生什么事？你逼为人多，我就会怕你啊！放开我！艾米，够了，够了 ，enough！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文忠的女朋友？说，你快说！你冷静好不好？是，我就是文忠的女朋友。想问你在哪里，却等不到回应。才明白一开始我就已经给错了关心，思念弥漫在空气，想忘却抓不紧，
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，爱总是很用心给我追逐的热情，又忘了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肩上他的名，因为只要坚定就能追上爱情，才发现不是谁都承受得起。